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男星摘面具，出糗和惊艳，就在一念之间。刘宇宁、程毅等男星验证了，古装剧中面具简直火得不行，无论宫廷还是武侠剧都少不了。不同面具能塑造各种角色形象，甚至能提高演员的气质和颜值。有些演员颜值一般，但选对面具后，镜头前的形象和气场就能瞬间飙升。比如电视剧《恰似故人归》里的郭晓婷演的顺德仙姬的面具，非常符合角色个性，堪称高质量。在电视剧《苍兰诀》里，徐海乔的面具也很特别，网友戏称这是个帅气面具，设计让他更帅了。在电视剧里，演员的表演很关键，但有时角色太假，让我们认不出他们真实的样子。不过有时候，他们的摘掉面具，露出真实面目，这段时间就是他们惊艳众人的时候。比如最近热播的《一念关山》里，刘宇宁演的宁远舟就有这么一幕惊艳的场景。在这里，宁远舟揭开了他的伪装，展现了他的真面目，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超高颜值。在这部剧里，皇上和刘宇宁的脸差别大，但拍戏时导演搞悬疑，给皇上摘面具的镜头，刘宇宁戴上面具出现，给个特写。观众看后觉得刘外貌和皇上的脸有点像，但没有惊艳感。有人说，可能不只是面具的事，可能刘的演技还有提升空间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惊艳的面具揭开瞬间。屏幕里的男生一脸兴奋地说，他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，让人忍不住跟着他一起探寻这个奇妙世界的秘密。他的眼睛深邃且自信，不论面对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能直视，给人深深的尊重和信任。古天乐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吧？他既是演员又是歌手，演技和音乐才华都备受好评。他不仅演得好，也是个社会活动家，经常参加慈善活动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别看古天乐被称为平平无奇古天乐，其实观众可不是这么想的。这时候男生又说，作为古早帅哥，当时他在不清晰的镜头下也帅得让人无法忽视。他的话里满是对古天乐的赞美和敬佩。古天乐的魅力不只是外表和才华，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社会责任感。他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和榜样。男生还在屏幕上继续讲古天乐的故事，让大家对这位演员和歌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他的讲述充满感情和热忱，让人陶醉在他的故事中，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和魅力。《神雕侠侣》里的古天乐戴着一副看似错的面具遮住了他原本超帅的脸，但当他扯下面具时，那个满脸自信的少年形象瞬间展现出来。一个曾经被封闭的他好像解开了束缚，一刹那，他酷爽非凡，浑身散发着令人无法抵挡的魅力。这幕表演让观众完全融入情节，也展示了古天乐作为演员的精湛技巧，以及对角色的深度理解和塑造。配上天乐哥略显腼腆的表情，这组照片可真是太杀了。与之齐名的，还有一位杨过陈晓。陈晓也蛮有古装味的，而且他摘面具的镜头可不止一个。陈晓版的杨过也有个摘面具的动作，跟古天乐差不多，就是为了展现他长得不好看还另类，让故事情节更有看头。虽然陈晓的面具也是黑的，但细节和比例都不太一样，显得更加夸张和搞笑，更合现代人的口味。但当他摘下口罩的那一刻，风儿吹起了他耳边的长发，他那双坚定明亮的眼睛猛地散发出迷人的魅力。那瞬间，所有人都被他的帅气与魅力给震撼、惊呆了。就在那一刹那，我们才明白剑眉星目是说陈晓这种帅气阳刚、正直勇敢的人。
他的印象已经牢牢刻在我们心里，是时代的一个象征。这个角色扮演游戏里有好多好手，其中一个霍建华的《仙剑奇侠传3》，简直就是观众心中的经典啊！不论是景天还是徐长卿，都深入人心，成为了仙侠剧的代表。剧里的演员也都因为出色的表现收获了观众的喜欢，尤其是霍建华的徐长卿，那英俊的外表和扎实的演技，吸引了一大波粉丝。在《仙剑奇侠传3》中，霍建华演的徐长卿摘下面具的瞬间，真是令人心动。眼睛一亮，英俊的脸庞以及眼神的深度都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那一瞬，霍建华的演技和魅力让人没法忽视他，也让人更深入地感受到他演的角色的吸引力。说到底，霍建华主演的《仙剑奇侠传3》是一部很不错的剧，他演的徐长卿更是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。英俊的外貌和扎实的演技，让他的徐长卿变得更加鲜明且真实，让观众们喜欢上了他。而霍建华在戏中的演技和魅力也让他得到了大量粉丝的支持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演员。昏暗的夜市中人头涌动，画面热闹繁忙。此刻，霍建华静静地走在大街小巷，他的眼睛深邃而宁静，似乎能看穿一切。他摘下面罩，目光直视周围，眼神执着而坚毅，像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这户叫霍建华，是咱们很关注的中国男演员。他演戏时常常没化妆，展现自我最真面目。他皮肤未经滤镜修饰，看起来真实自然。他演技牛，能随意变换角色，让大家看到他的多样性。霍建华的真实与自然，使他成为女人眼中的男神。他帅气、稳重、有智慧，在娱乐圈独一无二。他的真实和勇气，让他成为值得尊敬的演员。这个烦闹的世界，我们需要一些真的和自然的东西，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真实。霍建华的出现，让我们感受到演员的魅力和价值，同时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真实。朱一龙凭实力和拼搏，在影坛一举成名。他抛开外貌，有货真价实的演技。他的演艺之路磕磕绊绊，但他始终如一追逐梦想，现在终于出人头地。他演绎的角色不仅技艺精湛，更能触动人心，让观众感同身受。电影里他虽然角色简单，但帅气依旧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他的演技不仅赢得观众点赞，还赢得了业内认可。他一直在突破自我，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，带给大家更多好看的作品。他的付出让他收获了更多的粉丝和支持者。他的演技得到观众和业内赞赏。给我的感觉，朱一龙的古装扮相很美，特别是他戴着面具的样子，实在是太让人难忘。虽然以前也有不少明星演过戴面具的角色，但是他们都是自己把面具摘掉了。可朱一龙这个角色，面具由别人亲手摘下，这样创新的设计，让观众对后面的剧情倍感期待。朱一龙那戴着面具的样子，也因此更显魅力。当朱一龙摘下口罩时，他那份惊慌就像小鹿撞到人一样，看得人心疼。他的眼神、表情和身体语言，把角色的无知无辜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忍不住心疼。他一举一动就能看出他演技棒，演戏认真，让人大为改观。《陈情令》这部热播网剧中，肖战演的魏无羡靠超赞表演和帅气长相，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。他摘面具时的模样，立马让这剧的经典画面出炉啦！那一刻，从各个角度看过去，他俊美的脸完全暴露出来，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呢。他低垂的眼睛里满满的悲伤，细碎的刘海盖住了额头，头发随风飘荡，好像在痛苦。但当他注意到头发时，他笑了，吹嘴唇的样子让悲伤少了些，多了点俏皮。我这个观众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在《陈情令》这部剧里，
肖战演的魏无羡摘下面具的瞬间非常有意思，每次他一摘，观众都被惊喜和感动包围。尽管他们都戴着面具，但每次都让人眼前一亮，肯定长得超好看。而且，尽管面具挡住了他们的脸，但摘下面具时的帅气才是关键。比如《沉香如屑》里的程毅扮演的唐周和严旦，他们虽经常戴面具，但也都是大美人。电视剧《琉璃》里，程毅演的司凤戴的面具超级漂亮，特别是接下来的那刻，脸蛋儿就像白玉一样光滑，整个人都显得特别干净帅气，一下子就让人喜欢上了这场戏的角色。最近《沉香如屑》又火了，大家聊得热火朝天。去年的《沉香如屑》里，男主角玄烨被大家叫做渣爹，他个性十足，魅力无限，任何表情、举止、穿衣打扮都能瞬间吸引住观众。他在剧中不断摘面具的动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观众们都忍不住讨论起来。他那种深沉的表达让人更加留恋，成为了不少人心目中的男神。更不用说他那白发造型，简直让人眼前一亮，观众们纷纷表示被他帅到。玄烨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外貌，更在于他内心的那份感情和坚定的意志。他的表演打动了观众，也为扮演者程毅赢得了很多喜欢和称赞。这次玄烨的成功演绎，再次证明了演员的实力和魅力真的很重要。就拿今年的《莲花楼》来说，程毅扮演的林静的面具造型很有个性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他从香国公子变成西域特使，帅气的胡服和英气的面具，既显示了他的外表，又展现了他的性格和故事。他那副东方特色的面具更是令人物更添神秘和吸引力。每一次看到程毅的面具造型都让人耳目一新，这个造型的独特设计和角色性格的体现都是如此完美，让观众大呼过瘾。吴磊从小就是观众们看着长大的童星，这些年他实力和颜值都有了长进，在娱乐圈不显山不露水，却悄悄收获了很多粉丝。最让人惊艳的是他在《长歌行》里演的阿诗勒隼，那少年将军的气势和风度真的很棒。阿诗勒隼戴着面具那幕太帅了，我都看呆了。脸上的面具一只手就拿下了，雪花飞舞，他独自坐在马上，看起来帅气极了。面对寒冷和恶劣天气，他毫不畏惧，眼神坚定，让人眼前一亮。翩翩少年郎，风雪见红妆这句话最适合形容他了。少年的坚强和毅力全都展现出来，真是男子汉的代表。还有大家熟悉的《斗破苍穹》里，吴磊饰演的男主角萧炎也有一幕摘面具的场景。那部剧里，吴磊演技超赞，塑造了个努力、勇敢的少年形象，赢得了大家的喜爱。在那个摘面具的镜头里，他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内心，演技得到了更多的展现。总的来说，吴磊摘面具那幕和阿诗勒隼那个简直太经典了，让人记忆深刻。不管是哪个角色，他们都靠演技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魅力。希望吴磊以后能一直红下去，给大家带来更多好戏。吴磊脱下面罩，给人活力四溢和轻松飘逸的感觉，同时透出对自己强悍实力的绝对信心。对比一看，真觉得吴磊的演技不是吹牛，小说的人物都能被他演活了。最近，吴磊在新剧《星汉灿烂》里的表现再次把大家惊艳到了。在剧里，他饰演的少年将军凌不疑，篮球队的队长一样的身手，面对困难毫不畏缩，决策果断。在感情戏上，吴磊也处理得恰到好处，情感表达细腻。他的演出让大家感觉好像看到书里的凌不疑真的站在面前，内心世界丰富多彩。今年夏天，谭健次凭着《长相思》里的香柳一角火爆开来，成了大家的焦点。他的表演感染力十足，把角色的复杂性格和心路历程演得入木三分。而且，谭健次还给角色加了很多小的亮点，
使香柳看起来更有味道。他的演出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，被誉为今夏的演技新秀。在剧中，香柳有个戴面具的戏份，面具一摘下来，惊艳到了大家，也让人忍不住回想到他脱下面具后，脸皮都血淋淋的，手这个部位都不见了。神魔之战时，谭健次脸上的面具掉落，他那帅气的脸露了出来，白发飘飘，还带着一股仙气。他眼里满是坚定，做好了为了亲人和爱人拼尽全力的打算，不管遇到啥困难都不怕。至于人间的事，小妖摘下了防风背的面具，他挺惊讶，发现面具后面的人并非香柳，这让他有点失落。不过，他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防风背的爱意，特别感动，决定留下陪他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。观众们看着那遮住脸的嘉宾，慢慢地把面具摘掉，都挺激动的，都在猜这人是谁。这被挡住脸的嘉宾就是和吴磊一样知名度超高的明星，粉丝们也都特别期待他们。易烊千玺和吴磊都是从小就在演艺圈摸爬滚打，慢慢长大，现在可都是人人瞩目。比如在《长安12时辰》里，易烊千玺就戴着个鬼脸面具，给观众们一种新鲜感。在电影版的《盗墓笔记》里，鹿晗演的吴邪在打的时候，大胆地脱下面具，露出真面目，面上的血特别明显，给吴邪加了点狂野劲儿。现在的吴邪虽然累得不行，但没显出一丝害怕，还选择往前冲，勇敢地迎接未知的险境。当吴邪缓缓睁开眼睛，他的眼神里满满的淡定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里面。就算是一个人，他也能无惧地面对危险，展示出了坚定的勇气和决断力。这部片子里，鹿晗那个脱面罩的动作，不仅是他厉害的演技，还让大家看到他扮演的吴邪那份坚决的信心和毅力，深深感动到了我们。他在剧里的表现，像极了真实的吴邪，感觉他就是吴邪本人。他眼里透着那种淳朴和善良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在《择天记》这部古装剧中，鹿晗演的陈长生也有摘面具的那一刻。他的动作很平常，但是面具后面的脸实在太好看了。他就站那儿，看起来就像个公子哥，风度翩翩的，就跟那个揭面具似的。关键还是看脸帅不帅，打扮合不合适，尤其是在捉摸不透的悬疑剧里，人家长相和打扮好不好，直接决定了观众是否喜欢他们。比如现在有很多人追捧的胡一天，他的长相和打扮在现代和民国剧里给他额外的魅力加成。他演的角色也超级受大家欢迎，尤其是那个路遥，到现在还被很多人当成偶像。可是在古装剧《西花纸》里，演男主的胡一天戴着黑面具，妆容设计并不太适合他的高颜，搞得额头小得有点奇怪，让人觉得状态不佳和没精神。而且当他摘下面具那一刹那，真的让人挺失望，面具下的颜值并未好好显露，印象也没给我留多少。所以那一瞬间的形象嘛，说不上有多帅。相信后续剧集会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，使得该剧更具深度，让人回味无穷。